要用超前的技术让中国感到恐惧。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在前段时间说出这句话，溢出了满满的美式傲慢和自大。对此，中国做出了最强硬的回应。在29日珠海航展上，空军副司令员王伟表示，空军多型武器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展现了空军战略转型的新成就。最近有一个外国同行声称，要让中国空军感到恐惧，只要你不害怕，让我们到云端相见吧。从这次航展上亮相的多款战机来看，我们完全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击败一切来犯之敌。而要让中国恐惧，不允许中国实力超过美国，这些霸权言论已经在美国成为死命令。为此，美国加大了全方位、多领域打压中国的力度。在前不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还发出警告称，中美关系已经完全失调，呼吁避免新冷战。中美是两个最大经济体，同时也都是核大国，世界有一分为二的风险。虽然拜登不承认冷战，但是美国早就挑起了冷战。自拜登上任以来，他多次拉拢北约、G7、四国机制等政治组织围堵中国，并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世卫组织等国际平台抹黑中国人权，采取制裁，操弄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此外，在前不久，美英澳三国突然组建了新的三边安全联盟 AUKUS， 针对性十分明显。更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和英国打算帮助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加剧地区核扩散和军备竞赛风险。很显然，美国似乎并不想只停留在冷战，甚至还在为热战做准备。近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计划将为军事需要建造小型核反应堆。美军声明称，这种小型便携式核反应堆是为了满足军方的能源需求。但是外界分析，美国此举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上世纪美苏争霸期间，小型核反应堆的应用曾拓展到了核动力飞机，甚至还尝试将其装备到火车、卡车上。核武器将无处不在，但是因为实战性价比和技术问题没有进行下去。近些年，由于常规军事力量不再占据绝对优势，美国一直在试图降低核武器使用的门槛，混淆低当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差别。但若是真的爆发冲突，只要美军动用了核武器，就是核打击，谁还管你用的低当量还是高当量？实际上，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更像是让它当核打击的桥头堡，打破核武器禁忌，试探对手的反应。美国接连拿核技术做文章不寻常，对于我们而言，需要确保足够的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政治专家网站刊文称，美国的新军事集团将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在中国周边国家煽风点火，让局势混乱或寻找盟友，从而分散削弱中国力量。美国正故意在亚洲打造一条不稳定弧线，围绕台海周边的局势可能成为新的冲突爆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所需的不是盟友，而是一个坚强的后盾。目前唯一可以发挥这种作用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同时，俄罗斯独立报也援引俄军事专家利托夫金观点称，中国在哪里，哪里就有俄罗斯。我们不得不做出反应。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对小国一线作战都会惨败，更不用说同时面临两个大国的双线作战。该恐惧的是美国才对。在9月27日，英国一艘李士满号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10几年来英国都没敢这么做，这次是哪来的勇气？在前段时间，英国出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经过南海，经过期间相对低调，避免激怒中国。之前英国媒体曾表示，航母打击群不会驶过台湾海峡，为何又改变了态度？在前不久，美英澳组建了新的安全联盟 AUKUS， 这似乎是英国给的投名状，想尽心思刷存在感。近期美国军舰就频繁通过台湾海峡，英舰此举背后少不了有美国怂恿和鼓动。之前英国军舰来到印太，心里多少有点打鼓，底气不足。但是这次美英澳组建新的联盟，让英国胆子也大了起来。之前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擦边经过南海时，英国还遭到美国舆论嘲讽，称其向中国卑躬屈膝。英国想借此证明一下自己，尤其是脱欧之后，英国急需刷下存在感，以彰显其国际地位。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更加紧紧地抱住美国的大腿。对于英国凡事都抱美国大腿举动，欧盟成员心里是有些看不起的。法国外交部欧洲事务的官员克莱门特·伯恩不久前抨击英国脱欧后曾扬言创造全球化英国，但法国见到的是英国回到美国怀抱，以及接受成为美国附庸。其实法国、英国半斤八两，谁也没有资格嘲笑谁。这次美英帮澳大利亚建核潜艇，法国因此丢了高额订单，还没强硬2天，马克龙不是照样很快就投降了，速度快的让一些站队的欧洲国家相当尴尬。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印太搞事之际，其后院却先着火了。据环球时报28日报道，在直布罗陀海峡，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和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一艘巡逻艇撞了。
英国和西班牙领土矛盾再次爆发，英国想通过撞船举动宣示其对直布罗陀海峡的主权。有了美国撑腰，英国确实在欧盟面前更硬气了。先是抢法国订单，现在又是直接用军舰撞西班牙巡逻艇，气焰相当嚣张。但是英国对自身实力似乎没点数，如今英国国力衰退明显，却还一边挑衅庞大的近邻，同时还一边挑衅遥远的中国和俄罗斯。要是玩脱了，英国真以为美国能为其兜底吗？相反的，英国还被美国害惨了。由于全球通货膨胀加剧和疫情蔓延等多个因素影响，能源等原材料价格飙升，欧洲陷入罕见的能源危机。英国的电费疯狂飙升，每兆瓦时高达285英镑，超过正常价格7倍，很多企业被迫停工。因为能源价格大涨，粮食供应短缺，英国民众纷纷奔向超市抢购。与此同时，英国汽油供应短缺，多地出现无油可加的困境。英国央行目前预计通胀率将超过4%，这样的局面归根结底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大放水，导致美国物价飙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全球通货膨胀加剧，美国还面临着债务上限危机，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CNN 评价，美国正拖着世界奔向悬崖，这情况下，欧洲可能是最惨的，而脱欧后的英国更是风雨飘摇，美国的重锤即将到来。处于忌惮中国军事上的迅速发展，近年来美国没少与我国作对，尤其是拜登上台后，该国更是拉拢西方多国，企图对中国大打组合拳。就目前来说，无论是英国、澳大利亚还是日本，在反华的道路上都是越走越远，一副铁了心要跟随美国的步伐，跟中国叫嚣到底的模样。例如，明知道台海问题等同于中国的底线，这些国家仍不怕死的狂踩，就连一些军事机构都跑来凑热闹。根据消息显示，近日在美国空军的委托下，兰德智库公司的研究人员汉密尔顿和奥赫曼内克提出，要帮助台出招解决中国带来的威胁。按照该智库研究人员的说法，台军可以通过大规模建造无人机来抵抗解放军的登陆，比如将大约500架无人机部署在一个密集的网格区域内，然后通过移动的方式在这个区域内对解放军要登陆的船只和人员进行打击。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一方面用饱和式的攻击可以耗尽中国的防空导弹储备，从而严重毁伤中国的登陆舰队，另一方面也能够很好的节约成本。为了验证这一想法，兰德智库还专门给出了一份分析报告。当然，在反登陆作战中必然会损失不少无人机，所以如果真要使用这种办法，台军就需要拥有上千架无人机，组成上千架无人机机动队，以便能够随时替换战场上损失的机器。实际上，兰德智库的研究人员提出的这个办法并不罕见。如果说真要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该智库为台提出了具体的无人机购买对象，通过将美国现役的 XQ-58A 女武神无人机进行缩小化、进行改造，把重量降低到1/10后，能够以560英里的时速巡航6个小时。至此，无人机的改造成本一架就可以降低至30万美元。可事实真的有兰德智库研究员说的那么简单？至少在分析看来，这简直就是在给台军出馊主意。一旦台军真要实现这样的无人机部队，在拥有500架低成本无人机的情况，至少也需要将近2亿美元。如果说想要有更多数量的无人机，以便能在战时来顶替损毁的无人机，就大约需要1000架。这么看起来，1000架无人机更有可能作战成功，但其实光是在技术上就很难实现。相比电磁干扰、微波武器、激光武器对付无人机，最成熟的自然当属电磁干扰。对于大群无人机来说，这是非常有效果的。不过话说回来，台军一定就认为我军在遭遇大群无人机攻击时会没有设备吗？如果说以前中国确实有点虚，但现在的中国如果还能够让台军利用无人机来攻击我国，那么岛内人可就要被台军推入深渊了。抛开实力不说，仅在战术上，解放军就不会让这种事发生。兰德智库都能想到，我军怎么可能想不到？况且台军有能力掌握这样一支无人机部队吗？或许无人机是真的可以在未来的战场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台军的能力还令外界存在质疑。兰德智库为台军出高招，是在挑起两岸之间的战火，但也是助攻。这提醒我国在未来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无人机是一个好帮手。当然，解放军不怒反笑的原因也不完全因为这个。据悉，我军当前已经盯上了台军。近日，24架战机1天内逼近台海，摆出大架势，就是在警告岛内不要做出什么危险举动。以现在解放军的实力，台军想要武力对抗，于我军而言根本不值一提。
本次珠海航展可以说是一届非常成功的航展，让世界再次对我国的军事实力刮目相看。像歼20、歼31、运20等世界一流战机，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各种新式武器以及无人机、无人舰艇等武器，让其他国家对我国军事实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让很多对我国心怀不轨的人们担心不已。这不，英国最近又该郁闷了。环球时报2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因为看了珠海航展，英国更怕阿根廷买枭龙了，对阿根廷购买枭龙一事和此次珠海航展进行了深度剖析。文章认为，本届珠海航展上展示的一系列高水准的武器装备，令英国夜不能寐。阿根廷很可能获得我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机，而此次我国珠海航展引起了英国的高度关注，特别是这次展出的各种空空导弹、空地导弹以及反舰导弹，都让英国感受到了威胁。要知道，作为中国研制的外销型战机，航展上出现的这些高水准的武器和枭龙战机之间的契合度肯定很高，特别是霹雳系列空空导弹以及 C802 反舰导弹，都已经被整合到了枭龙战机的武器库中。一旦阿根廷和英国再次因为马岛发生冲突，这些武器对英国空军以及海军的打击将是致命的。阿根廷由于被英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封锁，很难获得西方先进武器，而目前世界上有能力为阿根廷提供武器又不怕英国制裁的国家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俄罗斯武器虽然名气很大，但是价格上也要比中国贵上不少，况且俄罗斯武器有很多零件需要西方提供，所以阿根廷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阻力也很大。而中国则不一样，由于长期受到西方的技术封锁，中国军工企业的自主程度很高，根本不受西方威胁，所以外界对此次阿根廷购买枭龙战机计划都很看好。本来阿根廷购买枭龙就已经让英国非常担心，现在珠海航展又亮相了这么多先进的装备，这让英国更加害怕了。当年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下，阿根廷都有能力击沉英国战舰，如果获得了来自中国的先进武器，英国海军将遇到的困难将无法想象。有分析人士指出，而英国近年来对我国的不断挑衅，其航母舰队至今还在亚太地区逗留，为的就是联合美日围堵我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更何况本来中国跟阿根廷的关系就不错，这就更加提高了阿根廷获得枭龙战机以及配套武器的可能性。如果不及时改变对华策略，未来让英国害怕的事情可能会接踵而至。